I'm waiting, love. Place your hand in mine, I'll take you to the stars. Oh, I'll show you love.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今天的大众占卜的题目是：在他的心里，你有多大的吸引力呢？台面上总共有3个选项，由左至右，静下心来选择最有感觉的一组。如果还没有选择好的话，请先按下暂停。已经选择好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今天宇宙透过塔罗牌中所想要带给予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第一组牌组的朋友，那么看到在验证牌的地方是你所感觉，或者说你认为对方所对于你的态度是如何呢？好，洋洋来为大家抽第一张牌。第一张牌的话，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宝剑十。好，那宝剑十呢，似乎看来选到这组的你们，本身在目前的这段关系之中，你们的心情应该算是真的还蛮累，然后你们的状态的话，应该是真的已经被这个人让你们搞到已经有点很想，应该说是非常想放弃，那只剩下差在你们最后一步，就是你们愿不愿意，或者说你们要不要真的去放下这段关系。那也或许是因为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之中，其实你应该也是真的观察对方非常的久，又或者是说你其实也认为自己在这段关系里面真的付出了非常的多，那你的感情也放下去了，所以真的要去放掉这段关系的话，你自己本身是不太愿意，或者说你其实也不太想要。那其实一直来你所感觉到他所对待于你的态度方式的话，杨会觉得在这组的你们有很高的几率是本身跟这个人之间的关系，或许现在是属于比较冷淡的，或者说是比较僵的，或者是比较不容易有进一步发展的这个机会，或者是说比较不容易会有发展的这个可能性。那两人之间的互动的话，很明显的是，在以你的角度来说，你会认为其实对方对你可能感觉上面并没有那么的多。那或许对方他会找很多的理由跟借口，那不管说那些理由跟借口到底是不是真的，比如说工作太累，或者说可能他真的心情上面或许因为很多外在的原因跟事情，所以导致于说，让他比较没有办法把太多的心情放在于你们俩之间的这个关系之中。甚至有时候你会认为他会以这些借口跟理由，然后来去断绝你们俩之间的互相联系，或者是说我们俩之间的相处的这个机会的可能性。那以你的状态来说的话，你已经用很大的包容心去包容他这些比较冷漠冷淡的这个态度。那最后其实就是你在面对于他的时候，你最主要是因为感觉不到他真的有用心在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或者说你们俩之间的这个缘分里面，那你所感觉到他的态度，会觉得他可能会有点想要去断开你们俩之间的这个两个人之间的好不容易的联系，或者说你们俩之间的这个互动的模式，或者说你们俩之间的互动的方式。那在对于说关系中的一个进展的话，你就会觉得其实对方好像并没有想要把太多的心思放在你们两个之间的这个关系之中。或者是说他并没有特别想要去经营你们俩之间的这一段感情里面，很容易会找一些理由跟借口。那最后其实可能会很常觉得这个人是不是容易会消失不见，或者是说这个人是不是在对于你们俩之间的关系的话，他并没有到那么的想要跟你们这个人有进一步发展的这个想法。那无论说你们是有没有在交往中，那最后其实你自己本身会认为对方他就是有点想要离开，然后有可能他会就是找很多理由跟借口，最后其实他的理由跟借口主要是多在于他个人的心情里面。好，然后在我们所看到的下一张是圣杯四。好，那圣杯四的话呢，在这边就代表说你
会认为其实他会把很多的时间，或者是说他会把他很多的个人的休闲时光会放在他自己身上，或者说他会自己决定，甚至有时候你会觉得找不到这个人，就是他这个很容易会自己隐藏起来，会消失。那或许你们其实关系如果说还不错的话，你们就会一直问他说他到底休假在干嘛，或者说他去了哪里。那对方就可能说我在忙，我很忙，或者是我就在家里，或者是我可能就跟朋友出去玩之类的。那你也没做什么，就只是在想要去放松心情而已。但对于你们来说，就会认为为什么你就是宁可跟你朋友出去，或者说你宁可自己出去，或者说你宁可待在家里，就是不回复我讯息，你为什么就是不愿意跟我互动，或者你就是为什么不愿意呢跟我有进一步的交流？那我其实会回复你讯息，或是我也愿意都带你出去玩。其实你都会一直把自己很多的时间、自己很多的意愿，或者说你想要在这段关系里面表现出你很在乎他、很在意他的这些的想法，你都跟他分享，让他知道。可是你就会觉得，他对你的态度怎么都一直以来都是这么的冷漠，或者说你会觉得他对你的态度为什么都一直这么的，让你感觉到他其实并没有那么的想要去经营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就是当在面对你们两个人之间的状态或者你们俩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无论你表现出有什么样的情绪，那他或许只是在当下会稍微跟你解释，但是有的在当下会稍微回避于你的一些的回话，或是说你问的一些的问题。那其实你心里面就会觉得满满的无奈，因为你其实不是不知道他在干嘛，或者说你其实也不是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只是你会希望说他可以多表现出一点他在乎你的样子，或者是说你希望他可以为了你们之间的这个缘分这段关系，他可以多表现出一些，他想要跟你跟你保持联系就好。其实在你的心中的话，看起来会觉得你们虽然很想要跟这个人进一步，可是因为这个人所对待于你们的态度跟方式，总是会让你们觉得要进一步可能很困难，但是如果说要维持，已经是你觉得他能够做到最大的这个程度了。可是偏偏在对于说要维持两个之间的这段关系本身的话，在对于你来说已经是非常奢侈的事，因为你会觉得其实对方所对你的态度就是找不到人啊，或者说已读不回，或者说不读不回，甚至就是看他心情回你。就是因为这个人他目前看起来，你会觉得他只专注在于他自己所想要的任何东西上面。那只要是他觉得不是很重要的，或者说不是他觉得最急迫的，或者说不是他所想要的，你就会觉得其实这个人他就好像没有任何的感觉，或者甚至有时候会有一点六亲不认，或者是会不太在乎你的任何的感受。所以在你的内心里面，本身在看待说这段关系，或者说面对这个人的话，你其实心里面会有蛮多让你感觉并不是到那么好的这些的想法。好，然后再我们去往下看，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女帝牌。好，那女帝牌呢，洋洋会认为啦，其实在对于你来说，女帝牌跟洋会分两种解释。第一个就是你现在可能会比较专注在于你觉得是值得的人上。那当然你还是会愿意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和更多你可能会把时间花在你可能最好的朋友，或者说你的家人，多跟你家人互动相处。就是你原本为了这个人，你可能已经失去了很多可能可以跟你很重要的人相处的这个机会跟时间。那你现在觉得，反正这个人目前对于自己的态度是这样子，那你不如就多花点时间在那些真正在乎你的人身上。就是你不想再把时间浪费在那些总是不太在乎你的人的身上这样子。好，然后在第二个种解释表示说，你会认为其实现在他或许是因为他真的很专注在于他的工作，或者是说他同事的情谊，或者是他的家人，或者是说他的家庭的生活当中，所以他才会忽略了你。所以你其实现在心里面会稍微觉得说，给予对方找一些的理由跟借口，给予自己一点安慰，就是
你会认为或许是因为他现在生活中就有很多他必须要去忙的那些的压力，或者是说事情，就是有可能他的一些的赴约真的推太久了，那他现在必须要一直不断的去回馈那些的约定，就是他可能跟他朋友啊有一些约，那已经年底了，那也不得不去年底月底，所以不得不去把那些约给解决掉，然后或者说他一直在都太忙，都没有空陪他家人。那现在他的家人可能有一些的状况，或者说有些的事情，所以他也不得不继续的回馈，或者说去陪伴他的家人，去把那些原本所空缺的时间，那些的时间去弥补在他的家人身上，所以他才会没有办法把太多的心思放在你们这个人身上，或者说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之中。其实洋洋会认为说，其实以整体来看起来的话，在你们角度来说，你们会认为你们虽然很讨厌对方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或者说他这样的行为，或者说他现在目前所对待于你们的方式，但你们也很善良的，或者说也很有耐心的给予对方找一些的借口跟理由，你们就是去合理化他目前的这个事情。其实，有人会认为你们应该是心里蛮清楚一些的状态，但是你们会觉得，既然对方没有讲清楚，那不如就再给彼此之间多一点信任的这个机会。好，那这边的话呢，就是以上关于第一组你们验证牌的讯息。那如果说符合，或者说让你们觉得有所共鸣的话，我们就来继续往下看喽。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第一组牌组的朋友，那么来看看说你在他的心中你有多大的吸引力呢？好，那也来为大家抽第一张牌。这边的话，我们所抽到的是圣杯五。那圣杯五的话，就代表着说，其实你们在他的心中的话，他会觉得，其实在你们身上会散发着出一种很会让人想要去怜悯你，或者是说会有一种那种忧郁的吸引力。也就是说，其实在对于你身上这个人所散发出来的魅力，就是会让人不自觉会想要去多照顾于你们。那不管是你们在这个人的面前，或者是说在跟这人相处的过程之中，你们是如何去表达你们自己，或者是说你们是如何表现出你们本身在对于自己的个性，或者说跟他相处的过程里面，你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跟对方相处？但只要他跟你相处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就会感受到在你的身上。他就会很不自觉想要多去关怀你这个人，或者说他会想要去多了解你们这个人，或者是说他会希望说可以通过跟你们相处的过程的那个方式，多去和你们互动，然后多去能够跟你们更加的靠近。那跟你们更加靠近之后，他会不自觉想要去多照顾像你这样子的一个人。也就是说，因为当一般人来说遇到一个比自己还要弱小的人，或者说遇到比自己比自己更需要被关爱、被照顾的话，其实你是能够去激发出他内心里面的那种想要去照顾你的心情，或者是说会能够去激发出想要在对待于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中，他会想要更加的认真照顾你们。但是如果说当你们遇到的这个人，他本身的态度上面是属于比较理智型的，那当他在遇到像你这样的人的时候，一开始他可能会对你还不错，可是中间的过程你会感觉他好像有点逃开，或者说跟你们会保持一点适当的距离。那当有出现这样态度的原因是在于说，他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原来这么的在乎你们，或者说他从来没有意识到你们会在他的脑海里面挥之不去，或者是说当他一个人的时候，却也很容易会去想起你们这个人，容易去想起你们这段关系，或者说会容易呢，你们这个人的各种的画面，会在他的脑海里面会暂住于他的个人的心思当中。那当这样的状况之下的话，他觉得这个是他自己可能从来都没有遇过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当你们这个人的性格，或者说当你们这个人的身上气质会容易去激发出他那一种会想要特别在乎你这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就往下看抽到的下一张。好，那这边的话呢，我抽到的是圣杯七。那圣杯七的话，对于洋洋来说，如果我们抽到了这两张牌的话，其实就代表着有可能你们在对方心里面是会开始渐渐的越来越有那种的感觉存在。
或者是说你们这个人的所作所为，你们这个人所散发出来的气质跟魅力，因为能够去不自觉的影响到这个人的内心的世界，或者是说会去慢慢的让这个人，他会把他的很多精神专注在你们这个人身上，所以他开始逐渐对于你们这样会产生有越来越多的好感，或者是说会对于你们这段关系会有越来越多让他会想要去多更加的留意，或者是说更加的留心。所以呢，其实只要你真的很需要帮忙，或者说当你真的很需要帮助的时候，那么这个人他就会如果说当你们刚好身上有散发出来那种气质的话，其实会是能够去增加这个人他所想要愿意为你们付出，或者说为了你们做更多的这些的行为跟动作，所以呢，也可以代表着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之中，其实在他的内心里面是真的很想要，或者是说会很希望想要再跟你们有更多的互动的这些的想法，或者说想要去更加的了解你们，所以有时候你们应该会感觉到，当这个人可能他跟你们相处过程里面，他有时候会不自觉会不自觉一直去看着你们，或者是说当你们在附近，然后你们没有跟这个人互动过程当中，他这个人的有时候他的余光也会一直去看着你，就是因为他有时候会不自觉他的眼角的余光会去看到你们这个人，或者说他会不自觉受到你们这个人吸引，就是不管你们在哪里，你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魅力会不自觉能够吸引到他的注意力。那本身在这张的圣杯七的出现的话，对洋洋来说，其实无论说他现在身边是否有对象，还是说他身边现在是否有其他喜欢的人，又或者是他身边是否有其他追求他的人，那以他的角度来说，就算他跟任何人相处，其实他的脑海里面就经常会浮现于你们这个人的身影，或者是说，当你们可能跟别人互动很好，或者当你们跟别人交谈的很快乐、很流畅、很顺畅的时候，他也是会不自觉眼角的余光会一直去看着你，然后会想要多知道你们这个人现在在干嘛，或者说你们现在跟这人聊的状态，或者是说他会想要去多了解目前你现在呢，跟这人之间到底在聊什么。就是他会很不自觉把余光放在你们身上，或许是因为你们所笑的样子他很喜欢，或者是说你们所散发出来给人的感觉跟魅力，会让他感觉到是很有吸引力的，会让他会不自觉的想要去多了解，或者说会让他不自觉地想要去多靠近你们这个人。那你们这个人所散发出来的气质会让人感觉很怜悯，但是又会因为你们跟别人相处过程里面，总是会希望透过欢笑的方式带给别人愉快的感受跟感觉，或者你们会希望透过跟别人相处的过程里面，让别人感觉到更有魅力。所以呢，其实他就会更加的希望说是能够跟你们互动，或者是了解，或者说去知道说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好，那非常抱歉，就是刚刚的话，洋洋才注意到原来有庙会经过的活动，所以一直会有鞭炮的声音，所以洋洋就在中断，然后我们来继续往下开始这个我们的占卜的内容。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到说，我们看下第三个部分，就是你在他心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吸引力呢？好，那接下来看到第二个部分，我们这边抽到的是这一张恋人牌。好，那恋人牌就代表说，有可能就是在对于，洋洋会认为，就是你们这个人的状态，或者说你们的性格，或者说你们所散发出来的魅力，或者是说你们的外表，是符合到这个人他可能一直以来在你们心里面。你们在他心里面的那个样子，也就是说，有可能他自己本身在对于说想要找感情的对象，或者是说想要认识人，或者是说会觉得跟你们俩之间的这个认识互动的过程里面，会有一种熟悉的感觉。所以呢，当两人之间有机会接触，或者说你们俩之间的相处的这可能性跟机会的话，那就会让他不自觉的会想要更加靠近你们，或者是说，他就刚洋所提到的，他很容易因为他的脑海里面会浮现出你们的样子，所以表示说你们这个人的外表、性格、体型，或者说你们的外貌，或者说你们所打扮的样子，那他就会
你们会能够不自觉的吸引到他的注意力。那当然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你们俩之间的这个互动的状态之下的话，他会有一种非常莫名的熟悉，或者是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那这种莫名熟悉跟似曾相识的感觉的话，我们也不能代表说一定是在讲他跟他的前任，或者说可能跟他以前喜欢的对象。洋洋会更加认为，反而是你们俩之间的灵魂之间是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存在，或者说你们俩之间可能就像是一种双生火焰啊，或者说灵魂伴侣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就会有一种很强烈的吸引力。就像不管这段关系到底是有多么的不熟，或者说有多熟，但多熟这个就是一定没有问题。那在如果说不熟状况之下的话，其实就表示其实这个人还蛮容易会被你给所吸引，或者说你们这个人的各种举止总是会散发出各种的魅力，那他就会很喜欢的跟你们互动，或者说很想跟你们有更进一步的接触，或者说想跟你们更进一步的相处。那当然有时候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或者是说有的时候可能真的在一些的相处过程里面，其实他当然心里面还是会有一些的担心跟担忧，会害怕说自己会不会有一些行为跟举动会去吓到你们，所以经常他也只能默默的，或者说在他脑海里面一直不断去闪烁，或者是会自己去想说关于你们俩之间的这个事情，或者说你们俩之间的感觉，或者你们俩之间的相处的画面。那其实如果说当我们以抽到的第一个部分来看的话，也会认为说，其实你们这个人心里的话，就是在于，或许是因为他从来都没有遇过像你们这样的人。第一个是他从来都没有遇过说，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是这么的有吸引力，或者是说这么的有魅力。然后你们这个人所散发出来的特质跟应该说气质，越会让他会想要再去更加的照顾你们，或者说会让他对你们会有更多的关爱，或者说会让他不自觉的对于你们会有产生很多怜悯的心情，或者说会产生很多想要去更加关爱你们的心思跟这样的状态。所以表示其实在这个人心目中的话，他的脑海里面经常会浮现你们各种的画面，或者说他会不自觉的被你们的魅力吧，然后你们会去占住他的各种的心思，或者是说会去占住他的想法。所以其实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中，洋洋会觉得或许有很高的几率是，当你们还没注意到他之前，其实他就已经先注意到你们了。那现在的状态的话，你们俩之间不管有没有多么的熟，或者说你们俩之间熟的程度不管是如何，其实他就会觉得还蛮感谢宇宙是引导着你们终于认识到他，然后引导着让你们能够去更加的愿意去为这段关系做更多付出。那当然我们这只是在讲在他心中你们的吸引力，那有的时候我们在以现实他的对你的态度来看的话，确实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有点摸不着头绪，为什么他对你们态度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反差，或者说会让你们比较没办法感觉到你们在他心里面到底是有多么的重要。没关系，我们来继续看一下第二趴的部分。好，这样先把牌放在旁边。好，那第二趴的部分的话，我们来看看说，这边抽到的是钱币六。好，那钱币六的话，洋洋会认为说，或许有可能在对于他来讲的话，你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这个魅力，或者是说这个特质，那也会让他会想要去更加的去留意到他自己的工作状况，或者说他的经济状况。好，那首先第一个部分就是如果说你们之间其实是真的还蛮熟悉的，或者说你们俩之间其实认识上面是还不错的，就是还蛮有深度的话，有一定程度上的认识，那表示其实或许你们这个人所散发出来的魅力跟特质，会让他觉得你这个人可能真的蛮务实的，或者是说你也蛮会赚钱。那你会赚这些钱，或者说你蛮务实，或者说你对说自己的生活是相当的负责任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做法的话，他首先会觉得你真的还蛮有爱心，因为你可能会想要照顾小动物，或者说你会很喜欢那种弱小的东西，那你就会想要去把更多的关爱、更多的关注，或者说你也是非常的注重这些的议题。那他就会觉得，你这个人真的非常的有耐心，会让他感觉到，你这人真的很特别，会想要不自觉去更加靠近你们，或者是说在跟你们相处在一起的话，他也会觉得很安心，会觉得是真的还蛮放心的，因为你们的爱心跟你们的耐心的话，那种所营造出来的安全感，
就是他待在你们身边的时候，他觉得他有时候真的不用想太多，就是他能够很放松的去做他自己，或者说他能够很放松的跟你们聊天，能够让他自己去有机会更加的去了解到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是说当你们在对于自己的生活中，你们的态度是如此的负责任，然后你们也想要为了自己的生活，为了自己的工作，为了自己的人生更加的负责任，或者是说会去找出一些的方式，也就是说你们会在自己的生活跟工作之间会找到一个平衡点，所以让他这样就会觉得你们这样的一个性格是让他非常的敬佩。虽然有的时候你们可能会看起来稍微让人觉得有点担心，因为你们本身忧郁嘛，或者是说你们也不太会把自己的内心的话给说出来。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就会让他觉得，如果说他想要更加靠近你，或者说他想要更加了解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是不是你们有时候也会对他有一种防备心，或者是说你们在对待于他的态度，是不是会比较不太敢跟他有太多的互动的行为？那他就会觉得有时候也是蛮担心你们会让他感觉到有一种热脸贴冷屁股的感觉。好，那看其实在对方心里面的话，你们算是有一种蛮务实的感觉。那或许是因为你们可能太过于务实，就以他的感觉来说，可能你们这个人可能太过于务实，或者说可能会对于说自己的生活的情况跟状况，你们其实会比较有规划性，所以他有时候也会担心说，你们会不会有时候会把他排除在你们规划当中，你的人生的蓝图里面是没有他。那这样的话，就会很担心，如果说他之后会愿意付出，或者说愿意跟你更加靠近的时候，那你们是不是会宁可选择现实，而选择去抛弃？就当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跟现实之间是有冲突的时候，你就是没有办法拿捏出那个平衡点，这是他内心里面是真的还蛮担心跟担忧的。好，然后在我们所抽到的是钱币九。那钱币九的话，洋洋会认为说，其实他会认为跟你们俩之间相处的这个当下跟这个状况当中，其实你们所展现出来最自然的那个样子，或者说所相处的那个当下的那个状态，或者说当你们很开心微笑的那个时候，其实他心里面是真的非常开心，很喜欢那个当下状态的你们。或许有可能是因为你们所最自然的那个特质，或者是说你们也不太会去在乎旁人的眼光，或者也不太去在乎旁人所去看待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中的一个模式跟状态。那他就会觉得，跟你相处的这个当下跟这个过程里面，他也应该好好去享受这个当下。那虽然有的时候他还是会稍微有一点在意身边人的眼光，那在以他的角度来说，他会觉得既然你都能够这么的有勇气，你人也这么的勇敢，那他其实应该也要能够这么的勇气跟这么勇敢来去面对，或者说来去看待，或者说来去对待在于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之中。所以呢，当你们俩之间那个相处过程里面，其实他会比较向往跟喜欢的是在公众的场合，所以反而不是在家里看 Netflix 啊、Disney Plus 啊，或者是说什么看 YouTube 的影片这种，就是他比较对他来说，在公众场合的状况之下，你这个人跟他相处，或者说你跟任何人相处的那个过程里面，你们本身所散发出来的魅力，你们本身所散发出来那种最开心的笑容，或者说你们所穿着的那个打扮，或者说你们所喜欢表现的那个样子，跟你们所打扮的那个样子，是他非常喜欢的。然后再就是还有你们工作，如果说你们真的是有在现实生活工作共同场合的人的话，那以他来说，他就会认为其实你们双方之间的相处的这个当下，他很喜欢看你工作认真的样子，或者说你可能跟别人谈公事，或者说你们可能跟别人互动，或者说跟你很要好的同事的互动。所以很明显就是以他的角度来说，他很喜欢，或者说他觉得你们工作认真的那个样子，跟你们工作上所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子，还有你们跟你们同事之间所表现出来的样子，会让他感觉到是很值得信任跟相信的人，然后会让他感觉到很有魅力，然后会让他感觉到是非常的想要跟你们
更加靠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好，那么来继续看关于抽到的第3张牌。这边的话，我们所抽到的是宝剑六。那宝剑六的话，看来你在他的心里面的吸引力是，第一个是他觉得其实只要跟你有相处的当下，那最后其实如果说是有交谈的机会的话，那么对他来说，其实只要跟你相处的每一刻，或者说跟你交流的每一刻，他都能够感觉到有一种很安心、很放心。又或者是会能够找到一个他自己觉得是有存在的价值跟存在的意义。也就是说，其实在你们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心里面感受是因为有你的存在，你在他身边，就会让他不自觉会能够更加的，刚前面提到的是做你自己，然后他可以感觉到很轻松，然后但是能够感觉到很放心。所以当跟你相处，跟你讲的话的内容里面，他就会不自觉会把自己心里面很多的话跟你分享。所以呢，因为你这个人本身所散发出来的魅力，总是会让他感觉到是比较有善解人意的样子，或者是说会让他感觉到自己是有能够被你给照顾，或者说被你给呵护，或者是说是能够被你照顾到他的心情。所以他就会觉得在你这个人身上是能够感觉到非常的自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当你们俩之间交谈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会侃侃而谈，或者是说会不自觉把他内心里面的秘密，或者说他内心里面想法跟你们分享，跟你们说的原因也是在这里。两个人之间的这个相处之后，他会逐渐的能够意识到，其实你在他心里面是有越来越重要的那样的一个存在。而且有时候他会觉得，其实你回话的内容是不仅能够让人感觉到很安心之外，你的用字的潜质也是直接能够打进他内心中的问题点的那个核心，或者说他内心中感受的那个核心。所以对于他来说，你的口气、你的语气的态度，或者说你的用字遣词，就是会有那一股的魔力存在。那洋洋不知道说是你们俩之间聊天过程，应该说那个场地是经常让人感觉到是本来就很让人觉得可以很容易放松，还是说是让人感觉到是比较舒适的。那在天时地利人和的这个状况之下，那他就会觉得是能够去增加你们俩之间的关系中的一个情谊，或者说你们俩之间关系中的可以变得更好的那个部分。然后在我们这边抽到的2张6的牌，所以代表说其实你们俩之间的关系是本身就存在着有一种莫名的相信的吸引力，或者是说对方就不自觉在你身上有感受到有一股熟悉的感觉，甚至会有一种让人觉得很心安的感觉，或者是两之间就像是一种磁铁一样，两之间就是会不自觉的会相互吸引，会相互的能够去感应，或者是说感受到彼此之间的情绪，或者是说当下的氛围，就是两之间容易在当下的相处过程里面，那种的感受跟感觉是能够有同步跟同调的，两之间的情谊是有连结的，两之间的灵魂是能够更加的靠近的。所以因此呢，在对于他来说，其实反而是真的在你们之间相处的那个当下，是比较能够去贴近两人之间的心灵，或者说是比较能够去贴近两人之间在一段关系里面说想要去不自觉想要去呈现的那个样子，就是把自己最心里面最深层的那个部分给唤醒了出来。所以看来是我选到这组的你们本身的这个状态的话，你们这个人就是能够去吸引到他的这个部分。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第3个部分。好，那第3个部分的话，我们今天所抽到的是宝剑5。好，那这是5的牌的讯息又在出，因为我们前面第一趴的话是圣杯5嘛，然后这边这个的话是宝剑5。好，那宝剑5在这边就代表说，其实他会觉得说，在你们俩之间的这个相处过程里面，
也可能是因为你的思想上面是清晰的，或者是说你是能够去理出一个头绪出来。当他觉得心情很混乱，或者说当他觉得自己的思绪是混乱的，或者说当他的情绪感觉是混乱，他找不到一个出口，或者说他找不到，甚至也就是说他可能真的也没办法理解他自己为什么有的时候在对于自己生活中的态度，经常会有像是无头苍蝇一样，或者是说经常会感觉到自己是非常的彷徨无助，或者是会觉得自己经常感觉是很痛苦，然后是很需要有人可以能够帮助得了自己，来去理出一个头绪，或者说来去认清某些在现实生活中所可能必须去看清的一些事实。那或许也是因为他经常自己的他的思绪是混乱的，所以蒙蔽了他的想法，然后让他感觉是没办法去有一个稳定的，或者是说没办法找到一个出口。那有因为你的出现，所以你的理解是清晰的，然后你能够为他理出个头绪，甚至呢，当他面对于你的时候，是能够把他从个混乱的状态、混乱的情绪、混乱思绪给带出来。如果说在相处过程里面，你是没办法给予他更加清晰的思绪，或者说你是没办法给予他在对于说他所碰到那些事情理出个头绪的那种人的话，那就表示其实他待在你身边是能够让他去逐渐的感受到那种很安心、很放心的感觉，所以他就能够去慢慢的放下他那种比较混乱的思绪的这个状况，所以代表着在你们俩之间的关系里面，你的吸引力就是你能够在他最混乱的时候，是逐渐的能够把他从一个混乱的时期给拉出来，然后或者说能让他从一个混乱的状态的思绪之中是走出来，让他能够更加的清晰，更加的去了解到他自己到底真正想要是什么，或者说他自己本身的一个情绪上想法到底需要的是什么。所以看你们真的是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所抽到的是圣杯十。好，那圣杯十的话，就代表着，其实就刚阳所提到的，你们俩之间的相处这个过程的状态之中，就是因为有你能够去让他把原本的思绪给走出来，或者是说能够让他在对说他自己的想法是能够找到一个明确的出口，能够找到一个让他在对说自己的生活明确的目标。或者是能够让他从混乱的状态慢慢的脱离，是找到他自己最真实的那些想法。所以呢，在你们身上，他会能感到有一种像是家人般的那种的温暖、呵护、关怀。不过因为很特别，这边的以这张牌卡的话，有的时候并不能代表说一定是跟爱情有关。你看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然后跟那么多只猫，那也是因为表示说，在你的魅力的本身，就是你是能够去让他感觉到有更多安心、放心，然后放松，然后再就是好奇心。看起来很明显，就是你们这个人本身的这个散发出来的魅力的特质，会让他不自觉对你们产生有更多的好奇心，会让他对你们有更多不自觉很多的好感，想要去更加的探索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想要去了解到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当然我们不管说你们现在关系的状态是如何，因为有时候有可能如果说他那个人本身是属于比较更加理智型的，或者说可能最近他真的不想谈恋爱，那他发现到他自己很多的心思、很多想法，或者说很多情绪会投射在你这个人身上的时候，那么这个当下对他来讲就会是一个非常相当危险的警讯，因为他也害怕他自己会爱上你，或者说他也会害怕他自己是不是面对于你的时候，他是会不自觉的对你们有更多的好感，那他就会想要去让这段关系会有更多不一样的未来的期待。那我们就给予会员你们专属的讯息，我们就来看看说对方他目前会想会想谈恋爱吗？好不好？我们就来看给会员专属的讯息，就是看看说对方他到底有没有想谈恋爱。因为洋洋会觉得，其实对方他心里面会有想了，洋洋会觉得是有，但是因为毕竟这是大众占卜，是很多不确定，所以我们当中在用会员专属你们的讯息里面的占卜中来看一下，对方到底有没有会想谈恋爱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好，然后如果说是给双异性恋不双同性恋的朋友的话，那我们就来看看说，对方，你在你身上，应该说对方他想不想跟你在一起，好不好？他会想和你在一起吗？我们就来看一下给那个双同性恋的朋友们，对方会不会想要跟你们在一起？好，那来看一下第三章的部分。第三张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隐者，好，应该是隐者吧。然后对于牌这个有点不太能够确定。好，那如果说本身是以这张牌来看的话，那就代表说，其实你们在对方心里面其实已经算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首先，第一个是有可能对方手机里面应该有你们的照片，或者说对方他经常会去看你们主页，或者说就是会去看一下你们的 social media，就是你们的社群的软体上面会有相关于你们任何的主页，或者说你们的照片，就是说这个人他会不自觉会想要去多了解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但在他心里面的话，本身就已经把你们有界定，或者说把你们去想象成为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但是在对于说这样的一个部分，他自己本身也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或者是说他也害怕他自己会不会有一天太过于把他的专注力在你们这个人身上，所以他经常会让他自己踩刹车，或者说会经常让他自己去说服他自己说，就是不要再想这么多，或者说在面对说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相处的过程里面，他也希望他自己不要再总是把很多不切实际的东西是投射在你们的关系里面。那其实他心里面经常会想到你们，然后把你们放在他心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因为当他感觉到孤单寂寞，或者是说他感觉到真的非常痛苦的时候，他当想到你们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是会觉得很开心，然后会觉得自己好像仿佛充满了一股很强大的力量。然后在你们的关系里面的话，他人会觉得可能距离要在一起这件事情，或者说想要交往这件事情，可能还有一段距离。但至少在对方心里面，他想到你们的时候，他心里面就会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或一种很放心的感觉。但这样的状况之下的话，两个人之间关系其实就很有机会可以朝一个比较愉快，或者说是彼此间可能都是不错的方向去发展。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以上选到这一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或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账户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那如果说是会员的朋友，记得去看你们专属的会员的讯息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第二组牌组的朋友，那我们来看看说，你觉得他对于你的态度是如何呢？好，那我们来看到选到第一张牌，这边我们所抽到的是宝剑王牌。那宝剑王牌呢，这边代表说，你会认为其实对方他最近应该会有一些行动，或者说会有一些的行为，会在对于说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他会有做出一些要决定往前走，还是要往后退。那这样的话，洋洋会认为，其实当抽到宝剑王牌，我们不会，洋洋是不会把它列为在于说要结束这件事情，而是会选择慢慢的往后退，或者说慢慢的往前进。所以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你应该会觉得可能在未来的1-2个礼拜内，你会发现到其实对方他会因为他的生活周遭的一些的事情跟状态，或者是你一直在这段关系里面，你们所做的任何的一切的行为，会来去决定说他接下来的态度会是如何。那当然在对于说你们俩之间关系中的一个推动的话，本身如果说当出现这张的宝剑王牌的时候，洋洋会认为，其实在对于推动这件事情，其实是比较困难的，或者是说其实并没有到那么的容易。你看这边的宝剑王牌蛮特别，是它的宝剑是插在这个木椅或者是说木桌子当中，所以代表说，其实原本的关系里面的话，有的人呢，或许是
本来就没有那么容易的进展，或者是这段关系可能真的也卡了非常的久了，或者说这段关系可能真的也平稳了好一阵子，所以呢，在对于你们俩之间的互动当中，在想要再往前走，或者说往前更进一步的这个机会的话，本身你会心里面啦，在你的心里面，其实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不容易，或者说比较难以有进展的这个机会。那当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其实你自己以一个比较理性的角度来看，或者说比较以现实层面来说，如果说关系有能够明显进展，或者说有更进一步的这个想法的话，你会觉得其实这个版就比较渺茫的。那你心里面只会觉得啊，他不要退步就好，或者说这段关系不要有退一步的，或者说不要有不好的发展，你觉得就已经心里面很开心了。就是你一个比较以现实层面来说的话，那其实你会觉得其实一直来他对你的态度就是有点起起伏伏，或者是说你会有点看不透他到底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或者说在这段关系之中，他到底真正他在意的是什么，或者说他不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对方一直来的态度你会觉得其实有一点蛮失望，或者是会蛮失落，或者是说他表现出来的样子会有点隐晦。这个原因就在于说，你会觉得他的心情好像仿佛就是就是像山上天气一样，是看不透的，甚至是变化非常快速的。如果说像今天他很开心，你跟他有很多互动，可是明天突然就臭脸，然后你就突然觉得，诶，他为什么不太理我？或者说他把我打招呼就只有一两句话，不像昨天侃侃而谈，很多话可以跟我分享。所以你会认为，其实这个人有的时候他在之前对你的态度的话，非常的举棋不定。那在终于可能最近的话，你会觉得或许你做了什么事情，又或者说可能有经历了什么，所以你会认为接下来他的对你的态度的话，接下来他应该会有一些的表示，或者是说会有一些比较稳定的情况，是比较稳定，但没有到非常的稳定。对，就是你会觉得其实这段关系算是有一种慢慢的在推动，但是这个推动速度非常非常的缓慢，所以你有时候你会比较去担心这段关系究竟有没有发展的可能性。好，能看到第二张，这边所抽到的是战车。好，那战车牌的话，就代表说，人会认为啦，这个牌，首先讲就是蛮特别，它的牌上面看起来不知道是车子上面到底是棺材吗，还是一般收纳箱？这两个觉得，诶，这蛮特别的地方。好，那如果说当我们抽到这张牌本身，就代表说，其实在对你的角度来讲话，你会认为其实接下来对方的态度上面，他应该本身也不会有太大的转变，那只是他会愿意多跟你互动，或者说多愿意跟你出去，或者是说比较容易会去赴约你们俩之间的邀约，或者你们俩之间的这个行动的计划，或者说旅游上面的规划，或者说之后单独相处的可能性的几率会比较高。可是因为这边的战车牌，你看到是有总共有3个人。跟一台车，好一个户外的景，所以就代表说，其实在接下来的状况来说，如果说你们本来呢是没有机会可以一起出去的，那最近你会觉得，诶，两人之间的互动出去的几率会比较高，那可能要透过团体的邀约的方式的可能性会来得更好。然后如果说像你们是在共同生活圈里面的话，那你们可能就会有一些的团康的活动，或者是说会有更多是在户外，或者是说更多团体互动的机会，就是比较可以透过团体的过程里面，去多了解到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或者说比较能够去经营两之间的这个情谊。那如果说你们真的都不是在一个共同的环境当中的话，就表示你会觉得接下来的话，比较会有一个缘分，可以让两之间可以相互的交流，或者说比较容易让两之间可以遇见。假设你们可能本来是不同的生活圈，或者说比较容易是在一个固定的时间点才会能够
相遇彼此。那可能最近你们俩之间刚好有一个特别的活动，然后比如说每周三的晚上7点钟就是会碰到面，然后就那个小时是可以跟对方多了解、多互动的。可是你会认为担心的是，你会觉得接下来他的状态的话，是会稍微有点冷漠，或者是说你会有点担心、不确定他对你的态度到底会不会有好转的迹象，或者是说会不会愿意多跟你互动，还是说他就跟平常一样，就是不太搭理你，或者是说就让你们俩之间就是一直维持在现在的这个状态，就是要所谓更进展的话，其实会比较难的。但是再也就是说，你会觉得在对跟他相处的这个过程里面，必须要靠中间人的帮忙帮助，那得到他的比较友善的回应，或者说得到他的注意力的这个几率会来得更高一点。那如果说在平常的话，只是如果在以你个人单独想要去找他，或者说以你个人单独想要跟他有相处的这个想法话，这个行动话是比较难以可以得到对方友善的回应跟回馈。所以其实在接下来比较多像是你们可以用一些的方式，然后来去跟对方有相处的增加两之间相处的那个时间点，或者是说增加两之间相处的这个机会。好，然后接下来有看到是宝剑七。好，那当出现宝剑七的话呢，这边蛮特别的，有人会认为说，接下来你会觉得他对你的态度应该是就是第一个可能会有观察，然后第二就是他可能会有一点的行动，让你们俩之间的关系可能不想要有那么多的交流的机会，或者是说他会稍微有点躲避于你们。所以其实在于你们内心里面的状态的话，你们会觉得最好的结果是两人之间会有稍微进展的可能性。那如果说真的没有的话，你会觉得其实会真的会有点退步，因为两人不太确定说你们之前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或者说你可能对对方说了什么样的话，可是有人会认为你说出这些话或做这件事情，其实基本上也是在说表达你们自己个人的立场，或是你们个人的想法跟情绪。也并不是说真的很讨厌这个人，或者说想要逼着对方做什么样的决定，只是你们会担心对方所对于你们的方式跟态度可能会跟以往有点大不相同，所以你们内心里面有蛮多的担心跟担忧。那你们会比较担心是对方接下来的话可能会稍微离开想跟你拉开距离，或者说他会刻意的去观察你们在做什么，你们在干嘛，然后去了解你们到底都平常出现在什么样的地方，然后他会刻意的不想要出现在那样的环境当中，或者他会刻意的不想要去跟你之间有更多的靠近的这样的想法。也就是说，在对于说这段关系接下来本身你们所猜测、臆测，他所对待于你们的态度，会认为比较偏向于说是负面的居多，或者是说会偏向于想要跟你们保持一个距离的想法比较多。在对于说两人之间的互动当中，你会认为其实对方所对你的感觉真的比较偏向于说朋友。你现在是猜测啦，但是我们真的不太确定，看看后面的占卜的内容是什么。只是你会觉得这段关系本身要推动的想法是非常困难，但是你们又很期待可以跟对方有相处机会，因为你们也会认为，如果说多跟这个人之间互动，或者说相处，实际上面对面的话，或许你们胜算几率会比以往来的更高更大。那只是在对于当下这个情况的话，你们会认为其实以现实条件来说，关系的进展或者你们俩之间的互动上，对于你其实是比较是吃亏的，或者说比较不容易推动这段关系的。好，那如果说这边以上验证牌是有符合，或者说让你们觉得有所共鸣的话，我们就来继续往下看咯。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第二组牌组的朋友，那么来看看说，在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的心里面，对他来说，你的魅力、你的吸引力，吸引到他的部分是什么？好，洋洋来为大家抽牌。好，首先黄娟所抽到的第一张是宝剑9。好，那看师傅抽到这一组的你们呢？在他的心里面的话，洋洋会认为，其实他会觉得，你们这个人其实算是
在对于说承受社会中的压力，或者是说承受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的困难，或者是苦楚，或者是说那一些让人觉得非常难以去跨越的一些的问题跟挑战的话，在对于他来说，你是非常有这方面的能力，还有担当，或者是说你是一个非常明确知道你自己到底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所以目前你是以什么样的姿态去面对说自己的人生中的一个状态，所以意味着就是代表说，在他的心中会认为，其实他蛮敬佩像你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你明明知道说你的生活中真的很痛苦，或者说其实生活里面会有很多比较难以去解决的问题，或者说生活里面每个人其实也都是过得真的是没有那么的容易，但是你却会能够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一个你觉得适合你的平衡的方式，或者是说你会去找出一个对于你来说是能够去说服你自己，然后也能够去照顾到你自己的心里面的这个状态。所以呢，当你这样的一个态度，跟你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模式的时候，其实对他来讲，就会能够去感受，或者说能够感觉到说，其实不管他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其实他也应该去应该说去学习，或者说去模仿你这样的一个态度，因为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本来都不是那么的容易，也不是那么的应该说都很痛苦啦，然后真的都没有那么的容易。然后再就是你是很能够很清楚的表达你自己心里面的一些不好的感受，或者说当你的生活中真的有遇到了一些的状况跟有一些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他也会认为你是一个能够很快就站起来的人。虽然有的时候你好像也是会有萎靡不振的时候，或者说你还是有时候会表达出一些难过的时候，但是在你真的遇到问题、挫折跟让你觉得很痛苦的时候，他会觉得你是一个会懂得适当的去让自己放松，或者说会懂得让自己的情绪不要总是被生活中给绑架，或者说被这种负面的东西给捆绑住、给束缚住。你会知道说要如何给自己的心里面找个出口，或者说让自己不要再总是那么在意的对于自己的生活中的事情，而感受到有一种就是说他可能本身的性格会属于比较逃避型的，或者说他反而其实会是属于那种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说自己生活中的人的话，就会选择浑浑噩噩的。但是你的话却不是，你的是就算你再怎么痛苦，那你再怎么浑浑噩噩，但是你会给自己一个期限，你不会让自己的情绪或者说自己的状态总是陷在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说走不出来的那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因此呢，当他遇到像你这样的一个人，或者说碰到像你这样的一个态度的时候，他心里面反而对你是油然的那种尊敬的感觉，或者说是对于你会非常的向往像你这样的一个性格跟个性，所以你的这个部分本身对他来讲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好，那这样抽到是权杖国王。好，那权杖国王的话呢，代表着说，他也就是说，他认为其实你是对说自己的生活，你是非常有一定的目标，或者说你其实是有你自己的个人的想法跟规划。所以当你在遇到或者说碰到自己像这样的一个想法跟规划的时候，你的脑袋思绪呢是清晰清楚的，然后你们也知道说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给予自己，或者说所对于自己所带来的任何的意义，或者说所对于自己带来更多的价值是什么。所以他会觉得其实你这个人真的很聪明，会很明白的明确知道说你到底真正生活中你想要是什么。那面对说生活中的挫折的话，你也不是那种容易就是会选择轻易去放弃，或者说容易选择轻易去放下，还是依然的会想要再继续的为了自己的人生向前迈进，或者说是向前走。只是他觉得有的时候你自己如果说当真的没有办法解决事情，或者说可能当你真的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他心里面有时候真的蛮心疼你们，总是会选择默默的一个人去承受，或者说总是选择一个人去吞下
你们可能所遇到的任何的困难，或者说所任何的事情，其实对他来讲，他是明白知道说，或许那些事情你都不愿意说，你也不愿意提，是因为来自于说你自己个人本身的个性的自尊心，或是说你可能就是也不太懂得该如何去跟身边的人讲，就像我们刚前面的宝剑九一样，当你在面对说问题的时候，你面对挫折的时候，你面对说自己人生不如意的时候，你都习惯把很多的那些委屈放在心里面，或者是说就放在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那在对于他来讲，就会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因为呢，他会认为其实像你这样的一个人的话，是非常的清楚，跟也是非常的明确知道你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所以当你选择每次都以破釜沉舟的方式，就是做底，然后想要做到最好的话，他就是会认为你这样的一个状态是非常具有魅力，然后也是会不自觉深受到你这样的吸引。只是有时候当你的自尊心太过头的时候，你在表达事情上面的话，经常的时候可能会比较缺乏一些的最关键的要素，或者是说你的做每一件事情行动力上面，你的任何的背后的企图心，或者是说任何的用意。在这个部分是他觉得可能比较可惜的，但是也或许是因为你本身就是属于比较那种逞强型的，所以他却更加认为说，当你这样子逞强型的人，然后遇到不好的事情的话，就是会只选择自己一个人吞下去，或者说自己选择一个人默默的独自承受，对承受的那个压力的情况，或者说承受压力的那样的一个胸襟，或者是说那样的一个包容心的话，但他心中其实是真的非常的敬佩，也是会认为他自己或许如果说有一天的话，是能够变得跟你们一样，这样子这么好的一个性格的状态。好，然后我们来继续往下看，这边的话呢，好，行星哈。好，那这边的话呢，就是表示说，他认为其实你这人本身真的会散发出一个非常强大的魅力耶，然后或者是觉得跟你相处这过程里面是能够非常找到他自己人生中的一个定位，或者是说人生中一个道路上面，他可能所必须要去呈现出来的那个样子，或者是他在对说这个人生中里面，他有一些个人的期望。所以如果说他这个人本来就是没有什么目标的人的话，就是因为有你们这样的一个人出现，或者说在你们相处过程里面，你们经常会和对方分享蛮多让你们觉得是非常有用的东西，或者是说你们也会希望他可以跟你们一起进步，或者说跟你们一起变好。那但在这个部分的话，他其实都有听进去，他也自己本身很有感受，也很有感觉。那虽然在你们俩之间的关系目前看起来其实是停滞的状态，好像真的有一段时间了，甚至有的人应该更久。那但在对于以他角度来说，或是以他角色来说，他反而在你们俩之间的这个状态里面的话，他其实有的时候也是没办法太过于去拿捏，或者说他有时候其实也不太清楚知道说你到底想要什么。但是唯一能够可以很确定，就是在关于有没有你们俩之间交往在一起的这个想法，其实他也都有想过，因为你们不仅是一个具有创造力的人，然后你们是具有耐心的人，那你们对于说比自己更需要帮助的人，你们也是非常的慷慨大方。那当然，这样以这个状况之下，他就会认为，其实像你们这样的人是非常有爱心的，然后也是非常友好友善的。那当然就会想要跟你们有更进一步的这个想法出现。所以呢，当你们在对于说自己人生之中所碰到各种经历大大小小让你们觉得很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当你们能够愿意跟他分享，就是反而能够去更加开拓，或者是说能够去更加的让他的进展变得更好，就是不会再让他感觉到有一种好像都只是他永远都在观察你，然后他永远都在去想着说这段关系到底接下来的关系会怎么走。你们身上所散发出来那些美好的特质，所对于那些美好事物，或者说对于说自己未来是有一些美好的各种的想象的话，这些他都明确感受到，他也明确的知道你们很想要这一切。那当然他也很希望说，如果他未来是站在你们这边的话，或者说跟你们是有进一步发展的话，那么他当然也会想要给予你们有更多的这方面的付出，或者是说这方面的服务。对，在对于说你们俩之间的这个关系的部分。好，那就是在关于我们第一趴
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二趴，究竟在对方的心里面的话，你们的吸引力究竟是什么呢？好，那么看到在关于你们的第二趴的部分，那么你对他来说，他心中他觉得你最有吸引力的地方，然后再来我们抽到的是审判。那审判的话呢，就代表着说，在你们两个人相处的过程里面，他会觉得其实你的思绪呢，有时候不仅很清楚之外，你也很能够找到一个在一个问题当中的一个核心点，或者是说你是很能够很快的、清楚的去判断出，在对于说某一些的事情上面，或者说某一些的这个状况之下，它的一个症结点，你们是能够很快的找到让你们觉得是合理的答案，或者是说会让你们觉得在对于这样的一个事情下，那什么样的情形是能够解决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你们不仅呢是能够把每一件事情讲得非常的清楚，那你们也能够理出一个非常明确的思绪、明确的头绪，或者是说是可以明确的表达出来，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对你们来讲是最清楚的，然后是能够把一整件事情把它描述的非常的完整。所以呢，当你们这样相处的过程之中，他却很喜欢跟你们分享他的各种的烦恼，或者说很愿意跟你们分享各种他的想法，或者是说他的问题点。因为就算有的时候你们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很明确的说出，或者说很明确地指点出，或者是很明确的帮他理出个头绪。可是他在聊天的过程里面，你的各种的反应，或者说你们分享你们自己的想法，或者是说你们在对于事情上面，你们提出了你们自己个人的见解之后，其实他反而会认为，就算你们真的没有提出什么，没有讲出什么，可是也会因为从你们回答当中，他反而灵机一动，或者说是你的一个神来一句话，那就会让他明确地知道说，诶，那好像我可以怎么做，或者说反而是给他了一个推动助力，然后让他去知道说，他自己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怎么做，或者是在你们表达过程，他会感觉到你们的态度跟你们的决心，还有你们自己本身在看待说每件事情上面，你们个人的一个立场。那两个人之间相互的这一种的相互的聊天的过程当中，或者说两之间的相处的过程里面，两之间聊天的这个当下，就是会找到一个不仅说两个人之间的共同点之外，也会因为看到两个人不同的之处，然后找到了一个共同和谐的相处的方式，然后再来是两个人之间可以以什么样的方式继续的了解彼此，那了解彼此之后，又可以以什么样的方式让双方之间的相处来得更加的和谐，可以让这段关系走得更长远、更长久。所以呢，当你们俩之间的这个相处这个当下，他因为看到了你这个性格上的一个魅力，或者是说在他生活之中并没有像你这样子这么为了懂得为自己发声，懂得去表达你们自己，懂得去展现出你们个人的优缺点，这样子一个独特明显的性格跟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他就会不自觉受到你们这样的一个人格上的吸引。所以他觉得你们在这个部分上面的话是非常具有魅力的特质，所以他会觉得其实跟你们相处的当下或者说每一刻的话，并不会让他感觉到有一种浪费时间，或者说也不会让他感觉到自己其实是没有所收获。所以跟你们聊天的每一个过程当中，他都觉得自己的人生好像都上了一个很重要的课程，或者说很喜欢从你们的口中听到一些的你们个人的理解，或者说你们个人的想法，对。所以刚才似乎在他心里面真的蛮重视你们这个人的。好，然后再来我们所抽到的是宝剑二。好，那宝剑二的话，看似乎
他也会觉得你的思绪有的时候不仅其实很清晰、很清楚之外，那你们也知道说该如何在一件事情或者说在一段的过程里面，从中找到一个平衡点。那这平衡点的话，其实你不会去伤害到别人，你也不会去损失到你们个人的权益，或者是说也不会让你们的生活、你们的脸面或者说你们的状态变得特别的难堪，或者是说特别非常的混乱跟混杂。那当对于说你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的话，在他心里面就会不自觉对你们产生出有一种依赖、依偎，或者是会想要更加的去清楚明白知道说，会想去更加的去认识到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可是这时候他就去担心说，如果说像你们这样的一个人的话，是不是会能够，或者是说是愿意的在他面前展现出你们最真实或者说最实际的那个样子。因为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提到说，在你们的跟你相处过程里面，他可以感觉到你们各种的活力，或者说你们积极的那一面，或者说他会把很多一些美好的事情事物会投射在你们这个人身上。但是当他有时候可能过度的投射的时候，那他也会意识到说，或者说你们的态度上面会让他觉得，他有时候是不是真的把每一件事情都想得太过于美好，或者说把一些的，可能不切实际的东西，好像不应该灌注在你们这个人身上。因为有的时候你们可能本身所散发出来的东西，或者说所散发出来的一个个人的特质跟个人的吸引力的话，并不一定是能够去完全符合到他所想要的，但是你们却能够很鲜明的去让对方知道说你们的雷点是什么，或者说你们的底线是什么，或者说你们能够接受什么，你们不能够接受什么。那当然对于以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来说的话，他自己本身也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去信任你们这个人，可是他自己又很想要去多了解你们这个人，或者说很想要去多探索你们这个人的思路、想法，或者说你们这个人在对说每件事情上面的许多事情的看法跟准则。那但有时候他会觉得你们当遇到真的让你们觉得犹豫不决，或者说当你们真的没有办法去决定的一件事情，或者是说一个立场的时候，那就表示那件事情的本身对你们来说是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意义的存在，或者说对你们来讲，这件事情是一个比较没有办法去抗拒，或者说比较没有办法去放下的一件的事情。那但对于说这样的事情的话，或许也会是成为他一个人生中里面也必须要去面对，或者说也必须要去注意到的一件事情的存在。所以呢，其实这个人有时候他会不自觉把你们列为是一个人生中的一个榜样。好，杨好像一直都提到这个部分，因为杨会认为说，其实这个人他看起来，在他的心里面，对于你们这个人会不自觉的产生出有一种很尊敬的感觉，会很佩服你们这个人本身为什么有办法以这样的一个性格去活到现在。那在活到现在意思并不是代表说他看不起你们这个人，或者说也并不是因为他觉得你们这样的人的性格不好，而是因为他觉得很佩服说你们能够以你们自己的步调，以你们自己的方式，或者说以你们觉得是最能够在一个因为其实现在生活是步调是蛮紧凑的，然后很多的诱惑，但是你们却面对说这些的诱惑，或者说在面对说这些紧凑脚步之中，你们能够找到一个你们人生中的一个生活的模式，或者说一个生活中的态度，或者说在面对说一件事情上面是出淤泥而不染，是并不会容易受到身边的人事物的情绪、压力、人情，或者是当下的状况、生活中的环境因素去影响到你们。不管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之下，你们总是能够去活出你们最想要的那个样子，去做出你们最想要做的那件事情。所以在对于说这样的一个你们，其实他心里面是非常敬佩你们，而且他也很向往成为你们这样的一个人，他会很想要去更加探索，或者说去更加了解到说你们这样的一个人的话是经历过什么，那
当他想要变成你这样的人的时候，他是也要等同于他必须要去经历过那一些，但是每个人都是有不同的一本书，每个人的人生都是非常独一无二的。那他就很希望说，从你这边学习到这些的经验，学习到这些的态度，然后他可以应用在他自己个人的生活中，或者说他是能够给予他自己一个重新学习的机会，让他可以重新的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角度去对待说他自己的未来的人生中的方向。所以有时候他会不自觉很想跟你们聊天、跟你们互动的原因，就是在于从你们身上可以学到许多让他觉得说必须要去学习到的这些的事情。好，然后再来我们所抽到的这张牌，好，那这张牌就代表很明显，就说，妍妍会认为啦，或许有的时候他在跟你们讲一些他自己心里面讲的话，或者是说跟你们讲一些他心里面的个人的感受，或者说他一些事情的时候，确实他在面对你们难免。有的时候是真的有点刻意的隐瞒，或者说他有时候可能真的是有点刻意的，不太愿意的，明确的，或者说很真诚在你们面前表现出他最真实的那个样子。有时候他确实是有一种在试探的这个角色，或者是说一个试探的方式。可他这些试探的角色跟试探的方式，也是在于说，他会想要知道，以他这种预设的立场，或者说以他这种假设性的问题，或者是说以你的角度，你会如何去看待这些他所预设、所假设的这些事情？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回答他？然后你是不是能够看出说他的性格里面那种最阴暗的那一面，或者说他最不想让别人知道那个部分，或者说你是不是能够去探索，或者说去探出，或者是说去发觉到，其实有一些的问题点的话，也是因为他自己的性格的问题。就是说，他有时候会透过有一些方式来去看看，说你到底有多了解他，或者说你是不是在面对说这些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非常的公正，还是说你是会因为他这个人，因为他的存在，或者说你很在意他，然后你就会有一种双重的标准。不过很明显看，就是他会认为，其实你每次的跟你交流啊，或者说跟你接触的每一刻，或者说跟你聊天的过程的每一个当中，他觉得其实你这人是公正的，然后他也觉得其实你这个人在对所表达事情上面，你不仅呢是能够找到一个思绪，能够找到一个非常清楚的内容，能够把它描述出一个比较完整理性的这些事情之外，你又很能够去顾及到所谓的人情世故，或者说你能够去给予他很多在关于人生当中一些非常重要的人生里面所必须要顾及到别人的面子的这个部分。或者是说是能够非常的顾及到，在对于许多的事情里面，必须要去处处留意的细节的，各一个人的情绪的起伏点，或者是说一个人在面对事情上面的，再怎么微小，再怎么细致跟细微的感受跟感觉，他会觉得其实在这种非常让人比较没办法发现到，或者说比较不会去意识到事情的话，你却能够很迅速的掌握，或者说你是非常能够明确的表达出来，或者说你是能够去发现到这些的问题点，然后给予他一些还蛮不错的方向，或者说你是能够给予他这些的指引。所以虽然有时候你们可能真的没有意识到你们会讲出这些话，或者你们可能也没有意识到你们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其实在他的角色、在他的立场、在他的感受里面，就会认为其实你不管怎么样，就是能够去做到这个部分。他觉得你在这个人的情绪、人的状态，或者说人的感受、人的情感的这种最复杂的部分，是能够掌握到非常的好。好，那看其实在他的状态来看的话，是真的蛮重视，或者是说他是真的蛮相信你们这个人所谓的判断的情形。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哈，第三个的部分，我们看说你对他来说吸引力还有什么呢？
好，那这边的话，我们所抽到的是钱币骑士。那钱币骑士呢，首先第一个部分就代表说，其实他会觉得你们在面对说自己生活中的态度，你们是懂得为自己负责任，然后你们也不会为身边的人带来麻烦。那当真的需要有身边人帮助，或者是说很真的需要身边的人对于为你们伸出援手的时候，其实你们也会把自己能够做的东西，你们会做到最后一刻，你们也不太愿意去麻烦别人，那你们也非常的为了自己的生活而负责任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就会让他在面对于你们的时候，他会对于你们会感觉到非常放心，因为当你们真的有事情求助于他，或说当你们可能真的需要帮忙的时候，他会非常乐意帮助你们，因为他知道你们已经尽你们最大的力量了。只有时候他虽然觉得你们这个人生活，或是你们这个人对待的人的方式，或说你们的相处过程里面，真的有时候真的难免比较单调一点，或者说难免真的让他感觉到真的比较无聊一点，或者说让他感受真的感觉到你们可能真的比较呆板一点，比较就是太务实了，太古板了，太固执了。可是他却也会觉得说，在你们这样的性格之下，却反而能够为自己的生活里面找到一个平衡点，并不会容易因为身边的人的各种的环境因素，刚前面好像有提到过，就是他觉得你并不会因为有任何的其他的因素去导致于说去损坏了你们个人的标准。那当然，如果说我们是以比较负面词，就是叫固执。但如果说洋洋会觉得在这边，他反而会更加倾向于说，他是很敬佩，甚至很喜欢你们这样的一个个性的状态。然后再就是你们很为你们自己的工作，很为你们自己的经济，很为你们生活去做任何负责任的这个态度，或者说负责任的这个部分。所以在他心里面，他是非常的敬佩像你们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有时候心里面也是蛮希望说，他自己是不是有机会，或者说有一天，也是不是能够跟你们一样，为了自己的生活，为了自己的人生，或者说并不会那么容易受到身边的人的影响，并不会那么容易的受到身边的人的干扰，然后让他去反而把他觉得很重要的东西就这样子去做退让了。那其实当一个人退让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其实自己也知道说那是一个比较没有自尊，或者说缺乏了很多尊严，所以他觉得其实在你身上真的学到非常多的东西。然后在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宝剑皇后。好，那宝剑皇后的话呢，在这边就代表着说，因为你们的思虑是清晰清楚的，虽然说你们可能表情上面真的很严肃，然后有的人可能真的脸有点臭，那或许有可能是你心中所想这个人，他很容易会被身边人给妥协，或者说很多人拜托他事情的时候，他也很容易会心乱，或者说他也很容易会顾及到很多的事情，或者是说他也很容易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可是就因为跟你们分享，跟你们相处，那你们所表达的，你们的想法，或者是说你们各种的为他说的解释的那一切，他就会觉得你们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很能够看到每一件事情的问题的核心。那你们总是能够为他带来非常理智的部分。那有的时候，当你们不通达理，还是不通情理，然后你忘记了词汇怎么说，就是说你们有时候虽然可能会比较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为主，但是他却也反而会觉得像你们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他心里面很缺乏的，因为你们不会轻易的为任何你们觉得不对的事情而低头，那你们也不会为了觉得就说你们不会去过度的表示你们自己觉得一些不满意，但你们会透过一些行为跟方式，或者说言语上的方式，来去让对方知道你们的不爽点，就是你们在对说进退的拿捏，你们是非常的好，然后也会把每一件事情都把它看得非常清楚、跟清晰、跟自然，所以你们在表达的这个部分，他会觉得非常向往像你们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在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宝剑王牌。那宝剑王牌就代表说，就算你们的个性再怎么让人觉得很
固执呆板，但是他觉得那都是你们在外表的样子，或者说你们外表所带给那些不熟的人。当你们越来越熟，或者说当你们相处越来越久了之后，其实你最真实的性格就是你的思想想法是非常活跃的，你们是非常清晰的，你们是非常愿意或者说很喜欢接受人生中不一样的想法，或者说人生中不一样的观念，你们是非常喜欢去改变你们自己的。就是说你们会愿意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去过你们自己的生活，所以呢，在对于他来讲，就会觉得其实像你们这样的人的话，他会很向往变成像你们这样子，想法上面、思绪上面是这么清晰清楚，然后也是非常的明确知道说你们自己人生中，你们到底真正想要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的态度跟方式。那我们再来就是看看说给予会员你们专属的讯息，就是说来看看说这个人他到底心里面对于你们的感觉是喜欢还是尊敬还是向往。应该是说憧憬才对，对，就是给予说我们会员专属的讯息。那如果说是给双同性恋的你们的话，我们就来看看说，对方他在对于你们之间的关系相处，他的打算是什么？对，我们来看一下之后给你们更多的讯息，因为其实看起来，其实这个人对你们的好感程度真的还蛮高的，但是他的那种喜欢程度是非常有点暧昧不清的，然后会觉得这个是比较难以去捉摸定，或者说比较难以去看出更多的讯息的。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以上选到这一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或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账户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那如果说是会员的朋友，记得去看你们专属的会员的讯息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第三组牌组的朋友，那我们来看到在验证牌的地方是你认为你觉得对方所对待于你的态度会是如何呢？好，那这样的话，杨来为大家抽第一张牌。这边的话，我们所抽到的是权杖三。好，那权杖三的话呢，如果说当出现这张牌的话，杨洋可能会分两种方式做解释。第一个是在他的工作的部分，第二是他在对待于你的态度的部分。好，第一个工作方式就表示说，有可能最近的他，因为可能工作上的关系，可能真的比较忙，所以他会没有办法去顾虑到你们的感受，所以他会比较是专注在说他自己个人的事情上，或者是说在他自己个人的事物上面，会去容易的忽略了你们的生活中的状态，或者说会容易去忽略到你们俩之间的约定，或者说你们俩之间一直以来可能一些的默契，这是第一种解释，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关于工作部分，就表示说你会认为有可能，你们俩之间如果真的是因为有工作上的关系，例如说像是合约啊、金钱，或者是一些的合作，或者说团体中。一些的课程中的上对下关系，或者说学员之间合作关系，那你会认为说跟这个人之间的互动当中，可以得到他友善的回应，或者说可以得到他在对于你的在乎，或者说他会多回复你讯息的原因在于，因为两之间现在是有连结性的。是因为两之间现在是有共同的事情，才会把两之间绑在一起。可是你就会担心说，如果说真的因为没有这些东西的连接的话，那是不是在对于说两之间的关系上面，其实是比较不容易有一个进展的机会，或者是说两之间的相处上面就会容易碰到争执、吵架，或者是说冷漠对待，或者是呃得不到对方任何的回应跟回复，就是关系上面是非常难以进展的这个可能性。你心里面会有很多这些的个人的想法存在，在对于说这段关系，你心里面的担忧的成分真的是还蛮大的。然后第二个部分就刚刚提到说关于信息的部分，这边很特别是用电脑嘛，然后这个人就是很专注的坐着，然后桌上摆很多的东西，所以代表说，其实你们会认为对方或许
不管他怎么忙多累，那他可能都会去观察你们的动态，你的动态，或者说你的生活中的事情，或者是说他会透过别人的口中所对于你的评价，然后或者说他会去上网查关于你的东西，去多了解到，好，抱歉，去多了解到你到底现在目前的生活中的是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你是一个，嗯，就是说他会去多查关于你们的个人的资料，会想要去多了解到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你会认为说，或许对方他会对你暗中的去查访，或者说他会透过很多种方式去多了解到你的生活中的状态，然后来去取决于说他到底要对待于你们俩之间的态度是如何。所以有可能当你有这么想的时候，你心里面就会尝试着让自己在网络上的发言，或者说网络上所抛出的东西，所贴文任何东西，或者说你所做的任何的回复，你都会小心翼翼。或者甚至如果说你们有共用一些的3C 产品的话，或者说有时候会用你的手机的话，你会尝试着让自己，比如说在浏览的东西，或者说使用上的东西，你会开着用一些无痕模式，或者说会尽可能的用其他的东西，或者说你就是其他的3C 产品，尽可能不要让你真正习惯看那些东西被他知道，或者是你在对于使用那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刻意的去做一些的事情，来去让他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就是说，你会刻意的去营造出一些的形象，然后来去让他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在对于说洋洋看到这张对不起，是权杖3的这个认知，就是说你会觉得其实对方他应该会有一些行动跟行为，在对于你们俩之间的这个关系当中，所以你会觉得他的态度上面的话，多少会带着很多的那种观察的成分在。好，然后再来我们所抽到的是钱币2。好，那钱币2呢，就代表说你会认为其实他在对待于你的话，第一个就是一样观察，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会那种不动声色。其实你们自己本身在对于说这个人他在看待于你们的态度的话，你心里面其实会有很多的担忧，应该是不是说担忧，应该说你会有很多的不安。你的不安的原因是在于说你不知道他的接下来举动是什么，或者说你会不晓得他到底有没有真的在观察你这件事情，只是你的直觉告诉你他应该有，或者说你可能透过一些的方式去观察出来说他应该是一直有在观察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或者是说他想要去看看你最自然的那个样子，然后他会想要去多了解你这个人，所以本身你会觉得其实他现在好像表面上看起来什么都无所谓，或者是说他好像在对于两个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上面，他并没有做太多的行为出现，或者说没有做太多的互动当中去表现出他在对于说你这个人的想法是如何，但是你会认为其实在他的心里面的话，他都有想法，然后他都有去探索，或者是说他其实也都有去观察，那甚至有的时候你会认为他会透过一些别人所对待于你的方式去考验你。对，洋洋不知道说你想想这个人，你是不是觉得他的控制力比较强，或者是说他这个人比较会用测试的方式来去看待于你这个人，就是他好像平常对待于你的态度就是无所谓，或者是说对待你的态度并没有到管你管太多，但其实你会觉得仿佛他好像都会用很多种的技巧跟方法来去检测，或者说来去考验说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你在面对说这段关系，你心里面会有很多的担心跟害怕。你会很担心说对方所对待于你的态度到底是如何，或者是说他其实是不是真的暗中在观察你们这个人。他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无所谓的样子，但实际上他都有在做一些的行为跟举动，然后都有在评分。好，那接下来我们抽到的是教皇牌。好，那当出现这张牌的时候呢，就代表说，洋洋不知道说是不是因为这个人你们真的觉得他这个人真的有很多的心思跟巧思，或者是说他的观察力真的非常的大，或者说他可能这个人真的非常的谨慎。其实好像仿佛你们会认为，其实这个人就是说你们俩之间这段关系有点像是步步为营的状态，就是你会觉得其实当他的决定出来的时候，
那个决定的那个行为速度是非常快的。就说当他认为一段关系要什么样的方向走，或者说一段关系是要怎样的方式去经营的时候，其实他觉得你是什么样的人的时候，其实就很难可以去做改变，去扭转。可是如果说当这个人他完全去信任你的时候，无论别人对他说什么，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其实就也不会去改变他的决定，或者说也不容去改变他在对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方式。也就是说，其实在对于你会认为说，在对于这个人来说，当他认为谁是什么样的一个个性，或者说是什么样的关系的时候，他就是会非常的坚定在那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再就是，其实你会认为，在以他的角度来说，面对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态度的话，其实你要去改变他的一些个人的思维，或者说他个人的想法，其实这个部分也是非常的困难的。有可能是因为这个人他一直来说承受经历的一切非常的沉重，或者是说他也背负了非常多的事情。那现在他的人生当中会以这样的一个模式去跟你相处，或者说他会以这样的模式去跟你互动的话，其实你会认为他有他的一定的原因。所以其实当你在面对于他，或者说在面对于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的时候，你都尽可能的让自己不要那么容易，或者说那么轻易的去对待于他有一些负面的想法，或者是说你希望可以给他公平的，应该说平等的机会来去看待于说你们这个人，或者说去看待于你们俩之间的这一段关系。因为你们其实心里面会觉得，想要跟这个人之间有更进一步的相处跟互动，或者说想要跟这个人之间有进一步的交流的这个机会的话，其实是真的蛮渺茫的，或者是说会觉得是比较不容易的，所以好像有点不太确定说你们俩之间的关系现在状态到底是如何，因为你们本身在觉得他在看待于你们，或者说对待于你们的态度的话，你其实会常常觉得自己在洗三温暖，或者说你会真的经常猜不到他到底在说什么，所以你才会经常会认为说他到底是真的有在观察自己，或者说他其实有透过一些方式去了解你，所以你其实常常会觉得在这段关系里面，你去经营你们之间的感情的话，你会觉得有时候会觉得有点累，然后你会觉得每一步都要走得很小心，或者说你在表达，或者说是去表态，或者说你做的一些的方式的话，你都要先想过。所以你有时候在他面前，你会觉得自己有点表现的不自然，但是你又很喜欢这个人，所以你其实也不太想要去放弃。好，那这边的话呢，看起来这段关系你们有一点小复杂啦。那洋洋不知道说是不是真的有符合到你们？那如果说这边验证牌需要符合，或者是说让你们觉得有所共鸣的话，那我们就来继续往下看喽。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第三组牌组的朋友，那我们接下来往下看，是在关于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你对他来说吸引力是什么呢？好，我们来看到为大家抽到的第一张牌。这边的话，我们所抽到的是节制。好，那看似乎选到这组的你们的话，你们心中所想的那个人呢，他会觉得其实跟你们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是很能够，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然后你们这个人的讲话的方式，或者说你们所理解的方式，或者是你们跟他相处的过程里面，你们所讲出来的那些的话的方式，还有那些的语调，那你们总是会能够以他最适合的方式跟他聊天，或者是说你们的相处过程之中，你们的互动是能够让他感受到，嗯，你们是在乎他的，或者是说你们是真的打从心底为他好。那在本身节制这张牌的话，杨会认为说，如果说在对于个性的部分，表示说他觉得你真的是善解人意，然后你在对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还有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上面交流的方式，其实你是非常的清晰清楚，然后你也是非常的明确知道自己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跟别人交流，是比较能够去让整个关系，或者说让整段的一个过程，可以达到一个最好的
模式，让彼此双方之间都是能够去舒适的感受到在这一段关系当中的一个和谐的程度。所以他觉得你的交际手腕非常的好，不管是对他，还是对你的朋友，还是对任何人，或者说你在聊天的方式，而且他觉得你这个人非常喜欢聊天。又或者是他觉得你这个人非常会聊天，很懂得会用别人所觉得舒适的方式打入别人的内心之中，或者说很容易让别人愿意为了你敞开心房，愿意为了让你应该说你会能够用一个正确的方式，或者说好的方式，而且你会随着不同的人，你会表现出呈现不同的样子，并不是说你一种个性就是可以打遍天下所有人，并没有。他反而觉得你是会懂得因应不同的人、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性格，而去用不同的交际的手腕。他对于说像你这样的一个方式跟模式的话，他感觉到相当钦佩，也感觉到相当的佩服。他非常的向往，也希望能够成为像你这样子这么厉害的人。不过很可惜就是他好像没有办法，他并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慧根。所以他会觉得，在你能够展现出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他心里面是感觉到非常的特别，他也会希望说是能够跟你这样的一个人有更多的互动，因为他这样才能够去更加了解到自己是哪边的不同，而且他还蛮喜欢听你跟别人聊天，因为他觉得透过你跟别人聊天的内容当中，不仅能够从你这边学习到东西之外，他也会看到说，原来你这样的方式跟别人讲话、跟别人沟通、跟别人聊天，对方的回应的方式，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回应？然后对方的态度，你会有所做调整。你的各种的转换，或者说你情绪上面的一个转换，他觉得是非常厉害的。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他觉得，或许你们这个人的话，如果说我们本身有在学生命学，或者是说灵学这方面，他觉得你的领悟性非常的高。然后如果说你们自己本身有喜欢阅读东西的话，他觉得其实你们在阅读书籍，或者说阅读任何的文字上面，或者说听到别人在讲课的这个部分，你们重点整理的非常的好。他觉得你们这个人就是非常的有慧根，就是觉得你们这个人真的是非常的聪明。那如果说是在跟别人沟通的过程当中，你很容易会讲到别人的内心心坎之处，很容易让对方更能够放松、放心下来，然后愿意把他心里面的那个枷锁，或者说能够把心里面的不愉快，或者说心里面的那一道城墙，你是能够轻易的去打破，或者说能够很轻易的去突破。他在对于像你这样子这么会沟通，或者说懂得跟如何沟通的这个技巧的部分，或者是懂得如何设身处地站在他人的立场，为他人着想的这样的一个技能，跟这样的一个细心的话，他会觉得心里面对于你真是非常的敬佩，也是非常佩服，也希望说他自己也是能够像你们变成像你们这样的一个人。那如果说他真的没有办法变你们像这样的一个人的话，他也很喜欢听你们有这方面的一个分享。好，然后这样抽到的是女祭司，那杨会觉得说，其实在于女祭司跟节制牌这部分，一个最大的共同之处，就是在对于心灵上面的一个身心灵的领悟上是相同的。那但在女祭司的部分的话，其实在对于说某些专精的情绪上面的一个落点是更加的精准正确的。所以这边就会代表说，其实他跟你相处的过程里面，第一个他觉得除了心安之外，他能够很放心的去相信你这个人的判断，然后可以很放心的听你的各种的解释，甚至也会觉得啦，在对说信任的这三组牌之中，第三组牌是最高的。因为他觉得你这个人其实不仅很聪明之外，而且你也懂得在一件事情上面找到一个双方之间都能够去愿意接受的一个中间值，或者是说双方之间在对于相处上面，如果说真的有出现一些争执，或者说有出现一些不愉快，或者说可能真的有出现了一些在对于事情上面争执点的时候，你能够去找到一个中间值。和谐程度，或者说两个，你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够去接受的一个方式，来去把一个事情的矛盾，或者说一件事情的争执，去找到一个
那个叫中间点嘛，有点不太知道说该怎么去形容这样的一个东西。那就刚刚前面所提到，如果说你们真的本身就是有在学神秘学或者说领学这个话，他觉得你们领悟性不仅很高之外，而且他也非常喜欢听你们讲这些的故事，很喜欢听你们讲这些事，因为他觉得当你们去讲出关于你们的人生的智慧，或者说你们人生当中所遇到的各种的事情，然后让你们去踏入了这个灵学，或者是说这个神秘学的东西，你们所经历过这些一切的经历，他觉得在这个部分上面，他是能够感受到你的闪闪发光，或者说你最闪耀的那个时刻，而且看起来这个还蛮喜欢看你读书的样子，或者说很喜欢看你沉默的样子，很喜欢看你在想事情、认真想事情的一个样子。他觉得像你这样的一个人，是在你努力的时候，你认真思考性的时候，那个所散发出来的光芒跟魅力，是会让他感受到有非常不一样的感觉。而且他觉得这样的你的话，不仅除了闪闪发光之外，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魅力更会容易吸引到他的眼球，吸引到他的目光。然后当你每一次你学习到什么样的东西，你跟他分享你的心情、你的喜悦，或者说你的不愉快，或者说你所学习到的、所领悟到的一些的事情跟感受，他会认为，其实在这样的一个你的话，所散发出来的光芒，不仅耀眼夺目之外，也会能够感受到你跟一般他所认识身边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当你们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为什么会想跟你聊天，或者说他为什么会愿意让你更加的去靠近他的原因，就是在于说，其实在对于你们两个人关系的互动当中，因为他这个人或许缺乏的就是跟人沟通的技巧，然后在对于别人情绪上面的一个精准的判断，还有他其实也在对于说很多事情上面容易会有一个盲点，可是在你身上，他却反而因为你有这方面的特质，跟你很有这方面的才能，所以反而会让他会想要在从你这边身上的学习到东西，然后从你这边可以找到一些他觉得是自己所想要的。就是说有一些人是很喜欢跟自己所向往的那些特质的人相处，刚好你就是符合他所向往的这些特质，他想要变成像你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就会希望说可以跟你相处过程里面，就仿佛好像跟一个最想要自己的那个样子相处。对，所以洋洋会认为说，本身这个人他蛮喜欢跟你聊天的，然后很喜欢从你身上学习到东西。那如果说他真的没什么跟你们聊天，你要听到洋洋这样讲，就表示他很喜欢看你们的文章，例如说你们的贴文，或者说你们可能跟别人留言回话的对话的方式跟内容，他也都会去看。那他会从那边去模仿，或者说从那边去学习，或者说他会从这边找到一些乐子，就是因为像你们有的人的话，对方可能很喜欢是搞笑的方式，或者很喜欢幽默的方式，或者很喜欢那种讲大道理的方式，或者很喜欢诙谐的方式，或者是说在回话的艺术上，明明在骂人，却反而很像在用不同的方式去呈现对于说一件事情的不开心。所以他在对于说这样的一个你们的手腕跟技巧，他觉得这是一个不容易去学习，不容易去掌握，但却也是他非常渴望所想要拥有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所以杨会认为说，其实他本身在看待于你们的一个状态来看的话，更多是他总是会去思考着，在你们身上他到底还可以学到什么。在你们身上，仿佛就好像是有一种永远挖不完的宝藏一样，因为人的情绪是相当复杂的。那这么复杂的东西，你们却能够很轻易的去掌握得好，你们却能够很轻易的去知道说该如何去处理好这件事情。那他觉得这个这么复杂的东西能够这么易如反掌的去完成它，或者说去使用它，这个是他很想从你们身上所学习到的东西。好，然后在我们所抽到的是权杖三，那这样的话呢，他会认为，虽然这边牌面上看起来是有点煽情啦，不过洋洋会认为说，当出现权杖三的时候，他会认为说，其实就算你不管身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
或者是说你身边有什么样的人，你也不容易会去那些人会左右你的心智，或者说你非常清楚知道自己所做的每一步，自己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或者是说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都明白你自己所做这些东西的意义，或者是说你也非常的明白你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所以无论别人对你有多好，或者说无论别人对你做什么样献殷勤的事情，或者说别人是如何去陷害你，然后他表面上对你很好，就是说你身边就算有那种表里不一的人，其实你也是很快就能够去发现到说每一件事情的背后里面所隐藏的你看不见的东西。那就算如果说你们真的是没有看见，然后你们就真的受了很重的伤，但他也会认为说，其实你们也是懂得去面对于说自己的错误，那你们也是懂得从这个错误中赶快去站起来，从这个错误中去学习，所以他会认为说，在对于你们这样的一个性格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你们其实并不会去迷失掉你们自己，你们反而会在每一次的受挫、每一次的经历，或者说每一次的成长当中，找到一个属于你们自己人生之中所想要的那个地位，所想要那个样子，或者说所想要的那个定位跟那个意义的状态。那你们人缘再怎么好，或者说你们身边再有多少朋友，但是你们从来都不会因为那些的朋友而去忽略他，或者说也不会因为你们拥有了这一些总是追求你们，或者说对待你们好的那些朋友，或者说那些的人们，那些人类们，那你也不会就是拿翘，你就是会去顾及到很多的人际关系的层面。他对于说你这样的一个手腕的程度是感觉啦，他的是非常的敬佩，是非常的佩服。那他有时候其实也是蛮羡慕你，因为你的个性其实因为比他可能还要来得好，或者说比他来得还要更让人感觉到温暖，所以你身边才有非常多的朋友。那他在对于说你这样的生活的话，其实他当然多少还是会有一点羡慕的成分在。可是这些不管他再怎么羡慕，他也知道说，其实你曾经一定，他觉得你一定是有经历过了什么，所以你才会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或者说在这样的一个别人对你好的这个情况之下，你却能够总是始终如一的把持住你自己，不会那么轻易的去迷失你的方向，不会那么轻易的受到任何人的挑拨，或者说不会受到那么多任何人的那种改变。对，突然间有点脑袋词汇没办法转过来。所以呢，其实洋洋会认为说，本身真的他看待你的话，他会觉得你这个人真的是有非常多特别之处，很懂得沟通，或者说很懂得去做事情。那洋洋不知道说是你们本身的你们的职业吗？是客服吗？还是业务？还是什么？家庭可能医师类的啊，或者是你们可能也是属医师、护士、业务、客服，还有业务性质的，对，还有什么？对，或者是说有的人可能是一些的推拿师那一类的，就是说你们很常会跟别人沟通聊天，那你们或许是因为接触到很多不同种类的人了，所以你们也懂得如何去跟别人互动，他会觉得像这样的你们的话，他非常的佩服。好，然后这边我们所抽到的是圣杯10。好，那在关于圣杯10的话，就代表说，洋洋不知道说是不是这边会有分两种意思，一个是你们的家庭关系非常好，就是说你们可能在对说自己原生家庭很好，比如说你的兄弟姐妹，或者说你的父母，你们感情非常的融洽，那这是他觉得你是在一个非常有爱的环境之下所成长的。好，那如果说另外一部分的话，是你们可能对说你们自己身边的朋友非常的好，就是待如家人一样。那他就觉得，其实你拥有在这样的一个这么友谊的环境之下，或者是说你在一个大家相处之中都是这么愉快快乐的，这么的有情谊的环境的人际关系中打转的话，也是
因为你拥有这么多的爱，所以能够让你的整个心灵上面是非常的富足的。所以雅阳会认为说，其实他这个还蛮喜欢看你脸上总是挂着笑容的样子。他觉得当你总是挂着笑容的时候，或者说当你心中满满有爱，或者说被身边人所爱给包围关怀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你是非常的耀眼夺目，然后那个时候的你是身上散发着非常强大的一个魅力。那杨会认为说，首先或许你心中所想的这个人，他的性格杨推敲啦，很有可能这个人是他很缺乏安全感，这第一个。然后再来就是有可能他这个人其实很渴望一个稳定的关系，不管是朋友还是爱情都一样，他非常渴望稳定的关系。然后第三就是他非常害怕被别人给背叛，或者是说害怕被别人给抛弃。然后第四个就是他这个人或许没办法一个人吃饭。没办法一个人吃饭，表示说他其实很希望有人可以总是陪着他，不管是朋友也好，或者是他的爱人也好，或者说他的家人都好，就是他其实这个人很向往，就是有人总是能够陪伴着他，让他不会总是一个人。就是他这个人其实还蛮害怕孤单的。就是洋洋在对说看到钱币对不起是圣杯十这张牌的话所代表含义，因为他太过于向往你这个人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魅力跟特质，就是因为你满满的爱，你能够把别人所对你的爱，然后再转换成是你再把这些爱分散给更多的人，就好像仿佛说你就是那个蒲公英一样。那你的这份爱一直去散播给身边的人，那身边的人他感受到你的爱之后，就会让整个氛围会变得更好，那就会让整个社会的气氛就会来得更加和谐。所以呢，他在对于说你这个人所散发出来的这种友善的特质啊，或者说友善的魅力，或者是说这种待人亲切的这种博爱的精神，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具有魅力特质。他觉得这件事，你的这个性格是让他感觉到非常的快乐的。好，然后再我们抽到的是这一张。好，那这样就代表说，你看就刚刚前面所提到的嘛，表示其实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之中，其实他有时候难免真的会去担心你这个人到底是对每个人大家都是一样，还是只有单独对他好。可是不管是哪一种，一开始其实他确实会有一种比较的心态，或一开始他确实会用这种比较严谨的方式去看待于你这个人的各种的模式，或者是说各种的方式。可是他却也发现到说，时间久了，比较久了，他却开始有点去贪图你的这个人可以特别对他好，或者是说他开始会想要去渴望你这个人会单独只对他好。那当然在这样的一个感情之中，我们是没办法确定说有没有可能这感情会有升华的可能。不过在我们撇除掉这个部分的话，就意味着说，其实这个人他在每次的观察你之下，他会发现到说，你因为身上散发出的这些无限的魅力，或者说你身上散发出这些比较特别的特质跟状态，反而会让他的想要去更加靠近你，然后他也会很愿意去把他身边的朋友介绍给你。那如果说他都一直没有把他身边人介绍给你的话，就表示他其实第一个会很怕会影响到你，或者是说会打扰到你，或者说会让你对他有防备心，或者是说让你对他会有一些不好的印象。那在我们这边抽到的这2张都有代表着2张，总共没有出现3个10。好，那出现3个10呢，就代表说，其实在无论说你们俩之间现在是什么样的关系，其实你们之间的一个情感其实已经达到最高峰了。最高峰的意思就是说有好有坏啦，因为就是否极泰来嘛，或者不是。对，因为否极泰来嘛，好像也不是很这样用。好，对不起，反正就是说，当一样的东西它达到一个高峰之后，其实接下来有可能第一个就没办法再突破，因为你们已经达到最高峰。然后第一个部分就是说，有可能后面开始就会往下滑，就像是我们塔罗牌之中，如果说走到最后一张世界牌的话，那世界牌下一张就回到愚者牌，或者是说后面就会再回到了魔术师牌。那每个塔罗牌书可能会写的有点不太一样。那就是说，在对于说你们之间的关系现在已经达到最高峰，所以其实也是算是说，
关系之中的话，是你现在唯一最好是能够去把握住这段关系的一个最好的机会，因为才能够让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是能够赶快有一个深化。所以洋洋会认为，有可能最近这段关系应该就会有一个结果出来了。不论对方是对你是朋友的感觉，还是说想要跟你在一起，接下来这段关系就会有一个明显的答案了，就是不会让你等太久。好，那这样有看到下一张。好，那这样的话就代表说，其实在对于他觉得你这个人呢，就是会懂得让那关系走得很长久、很长远，并不会说只是为了某些利益上的关系，或者是说只是贪图在现在目前当下的这个局面跟状况，然后就让整个事情很快的就结束，或者说可能就会让整个关系变得很尴尬。他会认为，其实在对于说你的这个状态，觉得其实你是懂得去掌握好自己每个人际关系中的一个存在的价值，而且他觉得你这个人其实相当的真诚，所以他很喜欢跟你互动的原因就是在于说，因为你这些的真诚，那你又非常的有爱心，你又非常的会将你自己心中的爱分散给身边所有的人，那你的这份温暖，只要跟你能够相处这个过程里面，都会能够让他感受到是会有一种每一个人都是在你眼里都是最特别的，然后也会很愿意或者说很想要跟你有更多的互动的这些的想法。所以呢，在对于你们之间的相处过程里面，其实对方觉得你身上的魅力就是你的这个人，你最有吸引的地方就是你的那一颗独一无二的这一颗心，所以表示这个人他或许心里面真的很孤单，所以他也很向往可以遇到像你这样这么真诚的人。那当遇到像你这么真诚的人，他才会觉得你的这个真诚是成为他最大的吸引力。他心里面反而会非常向往像你这样子的一个人，可以总是陪在他的身边。好，然后在我们今天所抽到的是权杖骑士。那这边权杖骑士呢，杨会认为说蛮特别的，他的动作看起来有点慢，他的居然是就是他的速度没有那么快哈。好，那这边的权杖骑士呢，就代表说，其实他会觉得，其实你这个人呢，当你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一定会先把每个事情都先分析得非常的清楚。那当你真的确定自己是可以做的时候，或当你真的确定你都准备好的时候，或当你真的确定自己是不会失败的时候，那你就会马上就去做那件事情，而且谁都拦不住你，而且你也不太会去受到身边人的各种的阻挠，或者说身边人所对你的恐吓，或者说身边的人在对于你的看不好、看不起你的这些话，你都不太会受到影响，你都会去撇除掉这些一切，然后朝着那个方向走，朝着那个方向前进。所以他在对于说你拥有这样的一个魄力，或者是说你拥有这样的一个行动力，或者说你拥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不畏惧任何挑战困难的这些的魄力跟行动力的魄气，他觉得气魄了，对不起，是气魄。他觉得你这个气魄真的是非常的强大，也非常强悍。那他也觉得，其实在你身上这边是能够学习到非常多在关于这个部分，而且他也会认为，其实当你可能真的刚开始你很想冲的时候，那你都会想办法抑制住你心里面的那一股渴望，或者是说你能够去抑制住你的那个情绪。那当你真的确定好了，然后你却也能够不畏惧他人所看不起、看不好的那些言语，能够奋力的往前冲，也不会受到那方面各种的影响。所以反而在对于他来说，他觉得你这样的一个特质真的是独一无二的，也是或许他从来都没有见过像你这样子这么特别的人，是能够为了自己的生活，为了自己的目标，跟为了自己的方向而这么努力的向前冲跟向前拼。好，那洋洋来为大家抽第二张。第二张的话，这边我们所抽到，哇，又是权杖哈。好，这边我所抽到的是权杖王牌。那权杖王牌呢，就代表说，你看这边都收到两张权杖嘛，所以代表说，就是刚刚所提到的，你的那个势如破竹的气势、气魄，
或者是说你不畏惧任何挑战的那个气魄是非常的强大的。不过有的时候他会觉得，你当可能真的牵扯到人情世故的时候，你反而会有点犹豫了。那你反而会开始改变了一点点你的方向。那其实对于他来讲，虽然好像仿佛会有点是缺点了，可是他会觉得这是你的另外一个优点。那这缺点就是，当你在对待于那个人，或说对待那件事情的时候，如果说真的考量到情谊的时候，你会选择去做个适当的退让，你会选择在这个中间找到一个双方之间都能够去接受的那个局面，所以代表着你会愿意有的时候舍弃了你个人的利益，或者说你会愿意舍弃掉一些你可能一直都非常向往的一些的东西，那你就为了希望让双方之间的情感，或者说双方之间的情谊是能够维持下去，那你就会选择稍微吃点亏。他会觉得你这种拿得起又放得下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他会感觉到是相当的佩服的。好，那这样的话，杨会认为说，第二个部分就是，或许你心中所想的一个人，他会觉得你在工作上的表现是非常的厉害，你是能够表现出你在工作上的一个专业程度之外呢，那你又能够去顾及到同事之间的一个情谊，或者说你能够在同事、工作、生活中的步调这三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他觉得其实你不仅能够把自己的生活顾好，也能够把自己工作顾好，也能够把这些人际关系给搞好。他觉得你这样的一个人真是非常独特的存在，然后你这个手腕的话，他也觉得非常的高明。好，然后再来我们今天所抽到的是钱币三，哇，就刚刚所提到的嘛，其实他会认为说你真的很懂得在你的生活中找到一个拿翘的地方，或者是说你能够，就是说你很有那种懂得找到生活中你所想要的那个生活的模式。所以不管你的生活中可能真的有时候你真的很忙碌，你真的很忙，或者说你有时候真的会发脾气，或者有时候你可能真的会有点不爽，对说让你觉得比较烦闷、烦躁的事情。但是当你可能这件事情结束之后，你可能会道歉，或者你可能会对于那一些你对不起的那些人，你会表示一些的歉意，或者是说你在对待于那些身边的人态度，你会懂得慢慢的去稍微会去放下，或者说放低一点你个人的姿态跟方式。所以其实在你们的状况来说，他会觉得你这个人就是懂得拿得起放得下，然后又懂得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又能够在人际关系之中和别人相处的好，然后让别人多信任你。那你在你自己的工作状况，你又会懂得给别人留后路，那你又会去多展现你自己，就是在一个展现自己的过程里面，你并不会去伤害到任何人，那你会去留意到每个人的感受，然后让每个人能够更有对于你们双方之间的关系是更有向心力。所以他觉得你真的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就在于说你这个人的特质很懂得在人际关系里面找到一个真正的平衡点，又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好。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给予会员的讯息好了。那会员讯息我们就来看看说，对方他最讨厌你什么，好不好？因为我们这边都讲得很好，可是我们却不知道说对方到底讨厌你什么。好，我们来看看说对方到底讨厌你什么。对，那如果说是给予双性或者是同性的人的话，那我们就来看看说，呃，就是对方他会不会对于你有呃，对方会不会想要跟你，嗯，更进一步的，应该说对方的接下来的打算，我们看说就是接下来对方他对于你们之间的关系的打算是什么？好，那我们就是对说给予会员你们的专属的讯息，就是接下来请你们记得去看专属的影片哦。
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以上选到这一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或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账户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那如果说是会员的朋友，记得去看你们专属的会员的讯息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